如果在今天的深度探讨开始前呢，我直接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转头看一下窗外，那一只刚好飞过去的鸟，它体内正在运作的某种导航技术，其实领先了人类目前最顶尖的量子物理实验室整整1000万倍。你会相信吗？哇，这个我知道，这听起来非常像某种科幻电影的开场版啦，但这真的不是科幻小说，它是基于严谨物理观测得出的真实数据落差。1000万倍耶，这听起来超夸张了。真的夸张。我们要先理解一个前提，就是人类科学家如果想在实验室里面维持一种叫做量子相干性的脆弱状态，也就是让粒子保持在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的量子叠加态，他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实验室的环境必须被降温到接近绝对0度，大约是摄氏零下270几度，而且还要创造出极度的真空。只要有一点点热辐射，或者哪怕是周围环境的一丝丝干扰，量子态就会瞬间崩溃。所以量子态就是一个极度怕吵又怕热的重度敏感患者。对，重度敏感患者。没错，但在温暖、湿润，甚至充满各种分子碰撞和热力学混乱的生物体内，情况却完全不同。例如你刚刚提到的候鸟眼部的导航器官中，这种精密的量子效应居然能维持到1/1000秒，也就是10⁻5次方秒。1/1000秒听起来其实很短耶。是很短，但你如果是相较于标准物理学预测，在这种室温混乱环境下，量子态顶多只能维持1/1000秒，也就是10⁻12次方秒。这两者之间整整差了7个数量级。所以这就是1000万倍巨大落差的来源。对，这根本不合常理。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因为这实在太疯狂了。我们今天面前的这份资料是一篇试图颠覆现有物理学框架的突破性科学文献，它的野心非常大哦，不仅仅是想解开这个1000万倍的生物学谜团，它甚至试图将生命现象、物质结构，还有我们所在的时空本质，全部放在一个单一的几何框架来统一。是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次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我们不仅要一起去拆解生命究竟是如何在常温下维持这种不可思议的量子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这份研究的视角，带领你重新看见一个被几何图形重新编码的宇宙。重新编码的宇宙。没错，这份资料挑战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经典的平滑时空观，并且大胆预言了6个即将在未来被人类观测技术验证的宇宙信号。为了让你真正体会到这个理论有多震撼，我们得先回顾一下传统科学界所谓的生命禁区。在我们过去接受的科学教育里面，宏观的经典物理世界，比如我们肉眼可见的牛顿力学，跟微观的量子力学世界，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界限，对吧？传统物理学的视角确实是这样划分界限的。刚才我们提到量子态非常脆弱，这在物理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退相干。热量啊、振动啊、周围分子的随机碰撞，都会把微观粒子从奇妙的量子叠加态中逼出来，就好像把它们打回原形。对，迫使它们表现得像一颗普通的撞球。这也就是为什么生命体本该是量子的终极禁区。你想想看细胞内部充满了水分，各种蛋白质和酶在极高的速度下不断碰撞，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一个纯粹的经典物理舞台，根本不是量子舞蹈。但我读这份资料最惊讶的地方就在这里，生物界不仅跨越了这条界限，甚至把量子力学当作日常工具在使用嘞。资料里提到了几个让我大开眼界的生物学异常现象，像是植物的光合作用。那个真的很经典。对啊，当一颗光子打在叶片上的时候，它竟然不是像走迷宫一样慢慢试探，而是像拥有分身术一样，同时探索所有可能的路径，然后以接近100%的效率直接找到反应中心。这在量子力学里被称为量子搜索。不只是植物，生物体内加速化学反应的酶也被发现运用了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穿透效应。在经典物理中，如果一个粒子没有足够的能量翻过一座山头，它就永远过不去。但在量子穿透效应中，粒子可以直接穿过那座山头。
就像拥有穿墙术一样。对，就是穿墙术。酶就是利用这种机制，让原本需要极高能量或极强时间才能发生的化学反应，在瞬间完成。不过，最让我匪夷所思的，还是你一开始提到的候鸟罗盘。资料里解释说，候鸟的眼睛里有一种叫做隐花色素的特殊蛋白质，光线进入眼睛后，会在蛋白质里激发出一对被称为自由基对的电子。这对电子具有自旋的特性，而且它们之间保持着量子纠缠。候鸟居然就是靠着感受这对电子自旋状态的微小变化，来看见地球极度微弱的磁场。这真的太神奇了。可是地球磁场不是很微弱吗？这正是物理学家最头痛的地方。地球磁场微弱到连我们日常用的小磁铁都比它强几十倍，而候鸟眼睛里的细胞环境又充满了热力学噪音。要在这种狂风暴雨般的微观环境下，维持这对电子的量子相干性长达1/1000秒来进行导航，简直违背了我们对热力学的认知。等等，让我厘清一下我对这个难题的理解。如果把它换成我们生活中能想象的画面，这感觉就像是要求暴风雪中的2片雪花，在狂风肆虐的半空中，不仅不能被吹散，而且还得精准地维持彼此相对的旋转角度和位置，长达好几个小时。这个暴风雪比喻非常贴切。如果是传统物理学，这根本不可能嘛。所以，生命到底是如何在这种混乱中办到的？这是科学界面临的巨大矛盾。如果按照传统生物学家的思路，他们会直觉地认为，生物体内一定演化出了某种神奇的隔音室，或者是防震结构，把电子保护了起来。听起来很合理呀。但这一份研究的作者打破了这种狭隘的视角，他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跨领域的大胆假设。解开这个谜团的答案根本不在生物学的蛋白质结构里，不在生物学，那在哪里？在我们所身处的时空的微观结构之中。最有趣的地方来了，也就是说，既然生物体内没有隔音室，那这1000万倍的稳定性是来自宇宙的环境本来就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可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告诉我们，四维时空就像是一块平滑的、可以被星体质量压弯的弹性画布吗？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确将时空描述为一个平滑的连续体。但在这份新的理论框架下，时空不仅有我们熟悉的长、宽、高和时间这4个维度，它还有隐藏的深度。深度？对，这份研究提出，时空地图上的每一个点，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学坐标，而是拥有一个复杂的内部几何结构。作者用了一个稍微有点门槛的数学概念来描述它，叫做受宇称时间对称原则约束的内部4元素纤维结构。哇，这串名词确实有点汉和，让我试着把它翻译一下，拆解成大家能想象的画面。你说的4元素，我记得是数学里包含 E、I、J、K 的复数扩展。如果套用到时空上，你的意思是时空地图上的每一点，其实都暗藏着一个遵循4元素规则疯狂旋转的微小陀螺仪。这个视觉化的想象很精准，你可以把时空想象成不是一块平滑的布料，而是由无数个微小的、具有旋转自由度的纤维编织而成的。而你刚才听到的宇称时间对称性，简称 PT 对称，它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无形且严格的校准器。校准这些疯狂旋转的陀螺仪吗？没错，因为这些微观陀螺仪的旋转如果不受限制，我们的世界早就崩溃了。PT 对称性确保了这些内部结构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保持稳定，不会破坏我们宏观世界的因果律，也不会产生超越光速的幽灵粒子。所以，因为这个几何校准器的存在，微观世界的疯狂旋转被规范了。但这跟候鸟眼睛里1000万倍的量子态稳定性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整个理论最核心的物理逻辑。因为这些微观内部结构的存在，它会对外部的时空产生一个具体的物理效应，在时空中生成了一个内建的几何扭率场，研究中称之为 epsilon 场。epsilon 场。对，这个扭率场的存在，
直接改写了我们教科书里的量子态演化方程式。你说的是那个用来描述微观粒子行为的薛丁格方程式吗？没错，传统的量子力学里，粒子的演化完全有它自身的波动性质和外部的电磁场，它必须独自去对抗环境的热噪声。但这份研究在演化公式里加入了一个关键的变数，方程式变成了括号 nabla mut 减掉 i 乘上 t mu 括号乘以 psi 等于0，那个大写的 t 代表的就是这个几何扭律，等于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几何维度。这个新公式告诉我们，电子的运动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它被锁定在由 epsilon 场预先铺设好的几何轨道了。我恍然大悟，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这个 epsilon 场就像是宇宙这块时空画布上老早就预先刻好的微小导向槽，或者像是一个隐形的节拍器。节拍器这个词很大，电子之所以没有在热力学的暴风雪中迷失，是因为它卡进了这个导向槽里。这让我想到冲浪，聪明的冲浪者不会浪费力气去跟海浪的庞大能量对抗，而是学会看懂海浪的几何形状，顺势而为，跟着浪头滑行。这个冲浪的隐喻非常棒。生命从来都不是在辛苦的对抗自然法则，生命根本是演化成了几何共振器。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化，生物学的分子结构像是隐花色素或是光合作用的复合体，刚好把自己调谐成了能与宇宙底层的几何扭律场产生共鸣。候鸟不需要耗费巨大的能量去眼睛里盖一个真空实验室。对啊，因为时空本身的几何结构就是最好的保护罩。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无比优雅的解答，但我必须在这里踩个刹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你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学把戏，还是能被证明的现实？如果这个所谓的 epsilon 场无处不在，为什么人类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里撞了那么多粒子，却从来没有发现它？这是非常犀利且必要的质疑。为什么对撞机看不见？因为大型强子对撞机的逻辑是暴力拆解，用极高的能量把粒子撞碎，试图寻找新的基本粒子。但 epsilon 场不是一种实体的粒子，它是一种极度微弱的背景几何效应。所以用撞的是撞不出来的。没错，要探测到它，需要的不是巨大的能量，而是极致的共鸣。就像你要听懂微弱的广播讯号，用大声公去吼是没用的，你需要的是一个频率完全对齐的精密天线。原来如此，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我们找寻的方法从根本上就错了。那这份研究有提出要怎么证明这个理论吗？总不能只靠理论推导吧？当然有，这正是这份研究最展现科学权威感的地方。作者冷静地展开了科学界最严酷的考验，提出了6个可证伪的几何签名，而且这6个信号跨越了极度悬殊的空间尺度，从浩瀚的宇宙边界一路缩小到桌上的显微镜实验。我们赶紧跟着这份资料来一趟跨越尺度的宇宙之旅。第一站我们去哪？第一站，我们去看整个宇宙的膨胀历史。在目前的标准模型里，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被假设为一个死寂的常数，但如果时空内部有这个动态的 epsilon 场，它对宇宙的影响会随着时间变动。研究预测，新一代太空望远镜，像是 Euclid 或 Roman， 将会在观测60到80亿年前的超新星数据中，看见 Hubble 参数的漂移，就是膨胀速率会出现微小的偏移。对。接着第二站，星系的尺度，这个信号对物理学界的冲击会非常巨大。你一定听过暗物质吧？天文学界为了解释星系外围行星旋转太快却没被甩飞，假设宇宙充满了暗物质。对啊，找了几十年，连个影子都没看到。这份研究抛出了一个震撼的硬核关联公式 ：A0 大约等于 kappa 乘以 c 乘以 h0。这个公式代表什么？ A 星是维持星系异常旋转所需要的加速度，而等号右边的 h0是驱动宇宙膨胀的哈勃常数。作者证明了这2个看似无关的现象，竟然源自同一个几何扭律参数，也就是这个 kappa 和 epsilon 场。等一下，这等于是在暗示根本就没有暗物质，暗物质可能根本不存在，只是时空几何在巨大星系尺度下产生的一种体现。
完全正确。把暗幕值从物理学中移除，代之以纯粹的时空几何，这就是理论物理的终极美感。太震撼了。那第3个指纹呢？第3站，次原子粒子的世界，微中子的节奏。微中子几乎不跟物质反应，可以穿透地球。研究预测，未来的长基线实验，像是 Dune 计划，将会发现微中子穿越地球时，它的震荡波长被扭率场给拉伸了。就像节拍器在深海里受到干扰，节奏变慢了。很好的比喻。第4个信号藏在黑洞合并产生的极高频重力波里。如果时空内部有4元素的纤维结构，它就会有一种微小的颗粒感。颗粒感？对，未来的太空天文台，例如 LISA， 将会观察到极高频的重力波出现飞秒级别的时间差。这种色散现象将证明时空不是绝对平滑的。飞秒级，那真的一闪即逝。好，这4个都在测试无生命的物理现象。第5个是不是该回到生命本身了？是的，第5站回到生物物理实验室。这也是可以直接动手验证的定向实验。如果候鸟的罗盘真的是因为跟 Epsilon 场共振，那我们只要在实验室里旋转候鸟的蛋白质样品，改变它相对于宇宙运动方向的角度。没错，我们会观察到电子自旋的寿命会随着角度产生周期性的变化，这叫做几何的各项异形。因为时空有了纹理，所以方向就有意义了。那最后一个指纹呢？第6个是共振放大实验，把植物光合作用的分子结合一种叫做钻石铀锌的极度灵敏量子传感器。把生物跟量子科技结合。对，只要把这个混合系统调歇到 Epsilon 场的频率，我们将能直接听见时空本身的几何广播，信号会对异常放大。等于我们打造了一台专门收听宇宙底层频率的超级收音机。这6块拼图如果真的拼起来，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我们把它连接到更大的宏观图景，这正是这份资料最震撼的地方。这6块看似无关的拼图，如果拼上，就代表推动星系旋转的参数，正是稳定候鸟眼中蛋白质旋转的同一个几何常数。我的天哪！天上浩瀚星系的旋转，跟窗外那只小小候鸟的飞行，底下运作的竟然是同一套隐形的几何代码。今天我们这套旅程，从鸟类的眼睛一路看见了暗能量和暗物质的本质，这彻底打破了我们对生命只不过是物理学偶然副产品的悲观看法。没错，生命不是冷酷宇宙中的孤单奇迹，而是宇宙几何最精致的表达。这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这份研究留给我们的深刻哲学悬念。还有什么悬念？如果宇宙是由这些深邃的几何纤维编织而成，而我们的生物躯体已经学会了与之共鸣，那么你现在正在聆听、正在思考的那个意识，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连肉体都是几何共振的结果，你的思维会不会也是一种与时空内部自由度、深度纠缠的几何共鸣现象？你其实就是宇宙正在歌唱的那首存在之歌。你就是宇宙正在歌唱的那首存在之歌。这个想法真的非常深邃。带着这个可能会颠覆你世界观的问题，现在不妨重新看看窗外的世界，看看那只飞过的鸟。或许你会发现，我们身处的这个现实，远比你原本想象的还要深邃，还要充满连结。如果你也觉得意犹未尽，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深度解析。时空的觉醒，从被动舞台到主动玩家，保留你的好奇心，让那份属于你的宇宙公民持续震荡。我们下次见。